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资缘，接受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现在我们继续讲净土教言。净土教言当中呢，主要宣讲了往生极乐世界的合理性。那么这种合理性呢，通过校正理证来进行证明。通过这个净土中的有关佛经来印证，然后蒙亨仁波作者他不共的这种超越的这种智慧就是来进行印证。那么这里呢，我们昨天也前面讲了一部分，今天紧接着讲。本来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旁生的信道等有快慢五种，真道也有快慢五种。佛经当中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就是有快慢，就是当不同的，也有比喻来说明的。比如说这个旁生的这个助信啊，还有一些不信啊，还有一些马车的这种就是心词啊等等就是有总共五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一般的牦牛，就是骑着牦牛去的话呢，就不是特别的慢。然后如果我们去不信的话，那就是很慢的。如果我们骑着那个马车的话呢，就比较快，就是比较快。大概还有可能两种比喻吧，就是大概有这么五种比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获得成就获得证悟的话呢，也有五种状况五种状况。有些呢就是需要三个阿僧祇劫那样特别慢，有些呢就是即生当中获得成就那样特别快，有些呢不快不慢的。所以我们这个成就的话呢，不能这个一概而论。所有仙宗的这些次第呢，也是一样的，不是这样讲的。比如说《楞伽经》当中的话呢，也有这个见悟者和顿悟者。就是依靠这个顿悟的法门的话呢，就是顿舍开悟的也有；依靠次第的法门的那么也有次第开悟的。所以所谓的修行呢，应该有一些有快有慢的这样的不足。他这里呢也是这样讲的。此外，密宗成就者将出生变成清净身，变得欲界色界次名过为，此生被殊生本尊色测，从而能圆满有学道与无学道的功德。这是文峰仁波切呢在这里引用了一些密宗的这个集成成就法的这个比喻来讲的。比如说我们密宗当中的话呢，依靠这个具有法相的三知识的教言，然后自己也是在寂静的地方如理如实修持之后的话，最后呢就是将自己的四大的这种粗暴的身体就逐渐呢就是全部都去入这个法界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心不仅是心呢，就是去入这个远离一切希论的法界当中，而且这个四大的身体的话呢，也变成光，就是清净的这个身体，这种现象是有的。然后这种呢，有一种这个光身的话呢，就是它完全都变成光，就是也这种情况。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我们在大幻化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这个欲界的层面上市就欲界当中呢，表面上看来这个人我们跟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一样可以这个走路吃饭等等，但实际上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完全都是已经这个没有什么印子就是被别人就是打他的话呢，通彻无碍等等，就是有欲界的身体也有。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获得了一些这个色界的就是色界的一些这个天人的这种次名就这是我们一般大圆满的一些传承历史当中呢，也是有。其他的密宗当中呢，也有这些次名的果位就次名的果位。所以此生被本尊摄受以后，那么这种这个身体呢，就是这诸佛菩萨和本尊这个摄测以后，从而圆满有学道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有学道呢，就全部圆满。然后从无学地，也就是获得了圆满的这个正等觉果位，就像以前说这样的这个国王恩扎波德一样的，就是从那个凡夫位呢，就是已经获得了这个如来的果位。就是这个历史呢，以前也讲过，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他当时不愿意舍弃这个无欲就是所有的这个色身香味无处的话，那就是也不愿意舍弃，然后自己的王妃也不愿意舍弃，眷属也不愿意舍弃，王公也不愿意舍弃。后来释迦牟尼佛呢，
对他这个宣讲这个密法，宣讲密法以后呢，不舍弃这个身体，而这个获得了这个成名果位啊，就是获得了这个成就。所以我们讲三结论的时候，这个公案呢也给大家讲过。这样的话，它这里就是密宗的一些，还有一些密宗的呢，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一样的，就是从那个一地到十地之间的成就啊，就这样也有一些密宗的成就呢是资粮道的、加行道的，还有一些比较相似的证悟啊，就并不是真正的开悟，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这种情况也是有所以门恒仁波切这里呢就不能就是所有的这些先宗密宗的道呢，就是全部一概而论。我们密宗当中的话呢，也是亏满是不相同的有些特别殊胜的窍诀的话呢，那么基层当中短暂的这种精神当中呢，也能获得了这个普贤如来的果位。弥足弥足金刚乘当中，在着实知识短暂的一生中，也可成就双运。它这里双运是指的是这个金刚持的果位，就是我们经常这个双运果呢，就是双运先空双运的金刚持果位，就是叫做是这个双运果位。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弥宗金刚乘当中呢，依靠这个上师的教诀，认认真真的去修持的时候呢，虽然现在这个五浊横世的这样的一种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也是短短的我们的这个人生几十年当中的修行人生几十年当中的这个修行的话呢，那么这个也是获得了这个圆满这个如来真等觉的果位就这是毫无疑问的，就确实是有的。从这个自古以来，这个现在也是有的。原来我们这个印度什么弥足大成就者的传记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曼巴迦吧，就是曼巴迦呢，就是在6个月当中获得这个成就的一些公案呢，也是有的。所以我们以前翻译过的有些弥宗的一些大成就者的一些什么这些这个历史这个觉得相当重要。就是现在我也是这个逐渐的，原来那个这个佛教史就是古代佛教史的话呢，就是也想翻译。原来这个翻译呢一段时间，但后来呢也是这个当时这怎么说就是在这边这个翻译各方面是特别忙，就后来就是停止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的话呢，因为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对这个密宗的汇报呢，就是有2种原因。有一种原因呢，自己可能前世的这个业力非常慎重，然后基层当中遇到这样深的话呢，他就接受不了，就是马上去这个诽谤，就是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对密宗的不了解，尤其是有智慧的人来讲呢，应该是对密宗的不了解而导致的。如果对密宗的所有的这个历史传承上师的见解还有很多密宗的这种殊胜法，对先宗不相违的很多道理呢，如果他完全能明白的话呢，不可能汇报的。如果你去汇报的话呢，那先宗当中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这样一来呢，所有的先宗的教法呢也不承认了，有这个过失。所以说呢，我也是像就是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呢，就是能不能让很多人呢，以前就可能对密宗不了解的现象呢，也是确实是比较多的。但原因呢，一个是密宗呢，在弘扬在比较这个交通比赛的地方或者说一些这个不是在这个大城市里面，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就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就这方面了解的不多，再加上是一些民族的这个文化差异就是或者一些风俗传统还有呢有一些可能这个语言文字上面的差别，再加上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沟通方面就是比较欠缺，就是有很多的原因。那么现在的话呢，应该很多人呢，就是这方面就是比较明白，就是也有这个英文的很多资料，也有韩文的很多资料，还有这个日文朝鲜文很多方面的这些这个历史的话呢，大多数的一些有公正见解的人呢，就比较认可就比较认可。那么也有一些少数的人呢，就是还没有去这个投入，还没有去研究。如果去研究的话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密宗这个法呢，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就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也并不是有些人那样这个特别神圣的，谁也就是不能这个借助的，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你真的要去学习的话呢，那这个藏传佛教的密宗呢，具有系统性的，具有严密性的，而且呢，对先宗的任何一个法，不管是戒律也好，行为也好，菩提心也好，任何一个法和规律呢，都不会相违的。真正的这个密宗呢，不会相违的。当然，我们这个学习密宗的有些人当中的话呢，就是恐怕有些
不如法的这种现象呢，这个是肯定有的，这个是不代表我们也在场的再三再四的说过这个呢不代表我们这个佛教。就是有些个人的，就有些行为不如法的话呢，就是这是不代表我们的这个佛教，就是不能代表就这个如果代表的话呢，那我们世界上的不管是哪一个教法，肯定是有的，显宗也是有的。现在显宗也是前一段时间在成都，他们有些居士也给我这样讲的，就是也是这个学显表面上看的这个穿着显宗衣服的这个几个尼姑在那边化缘。然后这个化缘以后的话呢，他们就总觉得说好像那个头发呢就是不太那个，就不是就戴着一个帽子，但是这个呢就不太像那个真正的光头。就是后来有一个居士呢也是比较坏，就是然后他就顺便把那个帽子这个取出来，帽子取出来的时候，那个头发呢哗一下就而且这个也是染色的头发就开始出来了。后来的话呢，就是他们也特别害怕，就是然后就是当时呢要求那个居士呢，就是千万不要告诉我们以后再也不敢这样，那就跑了。就是有3个人说的。所以这也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在显宗当中也有，密宗当中呢也有这种现象，是还是多就是多。但是这个呢，我们始终是认为的，这个不是佛教的一个这个弊病，应该说是它是这个修行人个人的一些情况。这一点呢，在佛陀时代的时候也有。如果没有的话呢，佛陀为什么说给我们这个毗赖耶经当中就是那么多的这个比丘开出那么比丘尼开出等等等，就这种现象呢，有些对这个佛教一无所知的人呢，怎么会是出家人当中都是犯这种人呢？怎么会有这样？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领导给我这么讲，你们这个修行人当中这个犯什么戒律的人相当多的，就非常不好你们这个教法如何，就是当时我也有点不高兴，我说你们这个共产党人当中呢，就是犯法的人呢，就腐败分子是更多的。前一段时间不是一个高级领导被那个判死刑的吗？那个有时候呢真的这个有些人呢，就是好像对实践也好，对我们这个佛法呢，也有这种这个眼光来看待，但这个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呢对这个佛法也是不太了解的一种原因。我想呢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密宗也好，显宗也好，这个究竟的佛法呢，就是不会有任何这个染污就是没有这个染污。但最关键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修行人呢，就是没有达到这个佛法的这个标准，显宗也有这个缺点。其实佛法呢，就像是真是那个汪洋大海一样，就是佛理的这种智慧呢。可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包括自己在内，就是没有达到真正的这个佛理的这种汪洋大海当中，是哪怕一滴水那样的这个，或者是一滴水的1/100000分之一的这种智力呢，我们通达没有。如果没有通达的话，当然我们这个行为上还是很如法。不要说是我们下面的一些怎么说就是普通的一些出家人和一些居士的行为不如法，甚至一些法师的话呢，自己认为的自己是佛教当中的权威，就是我不管弘扬净土宗也好，密宗也好，显宗也好，我是如何，心里一直有一种佛满，一直有一种傲慢、自上满。但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教理智慧呢，我们懂到多少？就是有时候反问自己，有时候呢真的要就观察自己相续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惭愧就是特别惭愧。你看佛陀呢，现在给我们宣讲了那么多的经典，我们只通的是几部经典，这几部经典也是如果如理如实的衡量自己的话呢，那就非常不错了。但这个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始终认为，不管是显宗还是密宗呢，应该非常纯粹的一种这个佛法，这个上面没有任何这个过失。可是我们有些人呢，往往都是有这个情况。所以刚才呢也是说了，短短的人生当中呢的确是也让这个获得了这样的这个金刚持如来的果位，就是这一点是没有任何这个疑问的。包括我们现在呢也是，如果我们觉得是密宗呢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可能这个密法是不是那么殊胜吧，但是呢我毕竟是学习密法的人，我可以给别人这样说应该别人这样说，我是不会这样的。我想是自己呢真正对密法有这个坚信不疑的时候呢，就是才给别人就是这样讲，否则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任何必要就是没有这个任何必要。因为这个密宗呢
不仅是从自古以来到现在呢，就是有无数个大成就者，就是在这里呢就不断的这个涌现，就这也是我们只要有一点点慧眼的人呢，翻开这个历史的时候，马上会明白的。那么包括我们现在能想得起的，就是有一些修这个密宗而这个成就的人呢，也是不可胜数就是非常非常的多。这是我们包括以前在上师如意宝面前得过这个法的，以前我在那个密宗成就略说当中呢，也是大概的一些说了一部分，这些都只是真实的，并不是说别人说的就或者是没有任何考证呢，没有任何可靠的，没有这样的。我们这个佛教的话呢，一定要非常可靠的历史呢才可以采用的。所以说以前我们那个慈龙楼主堪布也是当时就是亲自到那个什么青海那边去，就采访那个堪布村王仁泽，当时那个飞往清净插图的这种事迹，当时的这些人呢现在还在。然后到那个兴隆那边的时候呢，兴隆那边这个上师呢，就是当时那个连指甲都没有剩下的，就是全部就是变成红光的这种现象呢，也是是这个真实的。等等，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他老人家在求学的这个途中呢，到了这个德国的时候呢，也看见就是当时那个刚刚在德国有一位老人就是宏盛成就的这种景象呢，也是这个亲眼看见的很多事情。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呢，的确是我是这个深信不疑的，而且我们这里也是大多数的人应该当场在就是他老人家的这种身体呢这个缩小成什么样呢？这一点大家应该是非常这个清楚的。在外面很多人问我，我说这个是我亲眼看见的别人不管怎么样，反正我的这个如眼呢没有错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以前上师如意宝的这个法体是怎么样的这个高大，就是最后要接近火化的那几天当中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很多人就是当时的这种演示当中出现的什么样呢？就是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密宗当中呢就是也有这个宏盛成就的。那么这个宏盛成就呢，现在很多科学家很多人呢，就是到底是怎么成就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拉着这个照相机拉着这个望远镜呢就使劲的拍，使劲的向那个得出一个结论。但这个可能不行，不管是望远镜也好，显微镜也好，什么样的这个仪器呢，就是这个不一定是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它的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身体和心呢就是全部融入法界的，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不仅是藏传佛教当中，我觉得汉传佛教里面也是身体缩小的这种瑞相呢也是有的。九华山白水宫里面的就是现在无暇禅师的那个身体就是也是大概是有2尺左右，就是一直这个缩小的，一直这个人们呢也是这个瞻仰的对劲，就是大家都是这个公认的，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呢如果这个一宗成就不成立的话呢，我想是密宗、显宗，或者是凡是所有的大乘佛法呢，都有这种过失就是都有这种过失。以前我也给大家讲过，可能新来的有些人不一定知道，这就常住的人呢，经常我讲过，我们以前这个学院当中有一个叫做是明慧法师，他是一个比丘尼，就是当时我们学院当中是最早的这个堪摩当中的一位，那么当时呢就是他对这个密法的信心也是非常的强，后来就是亲自到这里中间出去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到学院就是听书那个大圆满信心修习三处引导文，然后听完了以后呢，就是当时这个身体确实是不好，就是本来在外面的时候也不好，但是他对密法，尤其是他对三大修习信心相当大，然后回来以后呢完全全部都圆满的听完了以后呢，就是出去以后呢就是6个月以后就是就圆寂了因为当时在外面就是去医院了，去医院以后呢就在这个雅安金峰寺圆寂的。后来那个当时我跟他就是有一个道友呢，就是一个叫做这个真如吧，就是他真如师呢，就是当时给我打电话来的时候，当时我们学院呢没有这个现在那样的这个条件吧，就是那个摇动的那个电话就是学院只有2部，就是一部呢就是放在我这边，女宗那边有一部然后当时我这个接到电话的时候呢说是明慧法师呢就是已经这个圆寂了，就是圆寂在金峰寺当中，但是这个瑞相呢就相当的好，就是虽然就是当时这个卧床不起，但是要接近圆寂的时候呢，就是他一直是端坐，然后祈祷这个密法的这个传承上师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就很安详的这个圆寂了，就是讲了很多。后来
当天的我现在是自己不清楚，以前很多资料当中这是写过的，我自己也觉得这是非常的稀有。后来那个刚刚我们那个就是这个米法讲完和那个他原籍的呢，就是一天也不差，就是刚好是6个月啊，就是刚好是6个月。当时我对这个上师如意宝的传承也好，米法呢确实是这个升起很大的这个信心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呢，没有自己有一种体验的话呢，我说也不说，就是没有必要。我们佛教呢也应该是非常真实的，自己有一种体验，就是才可以这样的。所以呢后来呢就真的那个结增大圆满也好，或者是大圆满虚幻修行里面经常也提过，就是立根者的话呢，尤其是心性特别强的这样的人呢，就是6个月也是获得这个成就。当然，成就的这种品位和高低呢，都有不同的。这是到底成就到什么样的这个地位呢？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肯定已经成就住。我是这个深信不疑的。别人相信不相信别人的事情就是别人的事情。但认为呢真的这个密法的这种加持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呢应该就是深信不疑深信不疑。也许可能有些人认为什么呢？既然明慧法师是那样的话呢，就是他当时也病了那么就是可怕的病，就是然后在这个怎么回事病死呢？这个为什么是这样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不能代表就是一个人的成就，因为一个人的临死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状况吧，就是有些人呢就是显现也是有这样的诸佛菩萨呢，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显现于人的形象的话呢，那么人的生老死病怎么样的话，他肯定这样的经过，包括一个佛陀呢，就是他变成一些什么。我们这个蚂蚁或者是一些猪就是这样的话呢，它肯定是脏兮兮的，就是当时就是哪里有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些旁生当中是哪里有特别好看的呢？这个是肯定是佛有相好具足，不可能有这样的。在我们众生面前呢，原来不是那个极乐原文大书当中是有一个叫做是什么那个阿细是吧？大细对大细呢就是文殊菩萨专师不是。这菩萨有一位菩萨专师的，就是大细，就是也编成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公案也是有的。所以我当时的思想就是，那这个菩萨表面上看的话，那肯定住卷里面就是很难看的，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的有些人的这个看法的话，原来这个法王生病的时候，有些居士打电话说这么说法王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高僧大德，怎么回事？他在医院里面卧床不起呢？还有我们汉传佛教的什么法师呢，也在这个生病，为什么这些法师呢，就是像我们众生那样这个生病呢，也说这样的，但是这个也情有可原的。有些人的分辨呢，就是也可能很容易去。其实这些一方面呢，就是他们有实现就是这样生病也有；一方面的话呢，即使说他是一个大成就者，但也有一些这个就像这个一些业力的这种这个牵引，就是还在以前那个唐僧呢，就是当时要接近圆寂的时候呢，他痛得特别严重，就是然后呢就是痛得特别厉害。后来他认为是我一辈子当中是翻译了那么多的经典，可能是我所翻译的全部错了，就是他就产生这样一个念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天人就是出现在他面前，他说你不是这个翻译错了，就是这个翻译的功德是相当大的，但是呢你这次这样生病的话呢，你曾经就是当过国王，当国王的时候你输了很多很多的帅，就是所以以这个因果报应而引起的，也有这种说法。当时唐僧的还有一个他的上师叫做结贤士吧，结贤士也是他的那个就是痛得特别的这个厉害，就是后来呢实在是忍不住的时候呢，就是文殊菩萨现前，就是说是你不要这么认为的，就是这是你这个前世的一种这个业你还没有，就这次呢你通过这种这个通过以后呢，就完全让这个就是消失你的这个业病呢，就是也有这样。有些高僧的话呢所以我们平时就看见这个上师病听说这个上师是很了不起大成就者，为什么是生病呢？这个上师死的时候如何，我觉得是这个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成就就是不能代表。所以这个上师呢，不管是他出现什么样的话呢，既然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人的这种生老死病全部都要这个通过的就是全部都要会度过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习气邪见就是特别的严重，就不需要的地方呢，就开始生各种各样的这种邪见，就是这也是可能也这种现象。但总而言之呢，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这个密宗的这种成就呢，就是大家都是不应该有任何这个怀疑就不应该有任何怀疑。他这里呢也说了，短暂的这个精神当中呢，也有这个
一生成就的。那么有些人说的，怎么会是一生成佛啊？就是寄生成佛，是不是？原来有一位先总的法师给我讲说是寄生成佛还是寄生成就？我说是寄生成佛，有什么不敢说的？然后那寄生成佛是不可能的，就是终身和佛啊，就是终身这么快的就变成佛啊。后来我一边是开玩笑，一边呢也是真的是这样讲。但《卢祖坛经》当中不是这样的事，前年密即是凡佛，后年觉即是佛，就是那这个不合理吗？你怎么解释？后来呢，就是他也这个想了一想，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也是个很好的这个校正。确实，这个《卢祖坛经》里面也是前年我们迷惑的时候呢，就完全是众生的，然后年就是你觉悟的时候是完全是我们密宗当中是一生成就，就是你们禅宗里面是一刹那成就。那这是合不合理？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一方面是开玩笑，但一方面呢卢祖坛经的很多解释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解释的非常清楚。这样以后呢以前呢就很多人认为这个密宗的这个寄生成就不符合，如果密宗的寄生成就不适合的话，就不合理的话呢，我想是禅宗也讲起来是相当这个困难的。然后净土宗的话呢，就是也很困难的，因为净土宗的很多的弘扬净土的这些法师们呢，都认为，往生极乐世界以后，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菩萨呢，都认为是相好圆满。那么我们想一想，所谓的相好圆满，包括宝性论显光状论呢，很多这个论点里面看的话呢，完全知道是所有的这个相好圆满呢，就是他的这个品位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原来是完全是一个凡夫人，通过这个念阿弥陀佛，然后我的来世呢就是相好全部圆满，这个也是可以的话呢，那密宗当中精神成就为什么是不可以的？如果你这个说不可以，密宗当中是不可以，这个显宗当中净土宗的相好圆满是可以的话呢，先你给我举出可以的理由，然后我再可以，我们这个密宗当中也有很多的这种殊胜的方便巧诀法力，就是佛陀的加持不可思议也有，众生的心性不可思议也有，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很多的因缘在里面。那么我们为什么是不让这个成就呢？说有些时候的话呢，当然这个以前自己对可能这个密宗不了解的，显宗不了解的话呢，就顺便就是就只是说而已。但是我想呢，最好是这个自己呢，说是我的这个法门精神旺盛可以精神这个开悟精神成佛就这些自己可以。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的话呢，最好不要折破别人的这个宗派。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密宗的修行人，我对这个禅宗一无所知，然后我不能轻易的说是你们这个禅宗的精神当中的就马上这个开悟这种顿悟法门这种是不合理，如何，这是不合理的。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到时候真的就像以前那个莎士比说什么那个。他所说的那样，就是自己会自己补偿的，就是这样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摩诃仁波切所讲的道理，大家应该善加观察。如果善加观察此理，则能了知诸法的能力不可思议就是一切诸法的这种能力是不可思议的。众生有信心，佛陀有这种价值的话呢，他这种能力不可思议，依靠这种价值能够顺利承办极其广大之事，就是依靠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比如说佛的价值不可思议，上师的价值不可思议，自己的心性的力量不可思议的话呢，那么很容易就是很顺利的承办，就是一生当中获得这个解脱往生极乐世界或者是密宗当中这个所说的就是几生当中获得了资粮到一地菩萨，一直到这个佛地之间的果位呢，可以这个出现。了知此理极为稀有的这一点呢，还是要知道这一点是还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就非常稀有的事情呢。而不能使此等为非理，就是千万不能认为是这个密宗的寄生成就不合理或者是短短的时间当中哪里会有这样的凡夫人怎么会是变成这个佛就不能这样想，就是这没有任何道理了。同样就是这是刚才前面呢就是讲的是一直密宗的这个寄生成就是非常合理的就是这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我们尤其是对密宗这个提升成就也好，或者是真正有些法律啊不管是你想学习也好，或者是辩驳也好，首先最好实地考察，客观的去了解一下，这是相当重要的。你对事情的经过，或者是对事情的表面的意思也是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呢，肆无忌惮的汇报是肯定不合理的啊，这是不符合这个逻辑，不符合客观规律，不符合的。这是这样的，那么同样，因毫无费力的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并不是不合理的，就是非常合理的。我们这个密宗的精神成就也是合理的，你们这个净土宗的那么寄生往生呢也是合理的。寄生往生和寄生成就就没有多大的这个差别，因为到了这个极乐世界以后的话呢，就是它也是最后这个就是最后有者了啊，就是最后有者了。我们这个密宗当中也是可以成立这一点，因三世如来的无量智慧幻变对此理是成了事实理，就为什么是这样呢？这就是三世如来的幻变是不可思议，就称为是一切万法的这种规律，一切万法的法而理、法性理，法性理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种事实理。我们有没有例证呢？就是有例证，就诸佛菩萨的这种智慧幻变和它的这个价值功德原理是不可思议的，原理是不可思议的，并且真实的校正作为次理的正量。那么我们前面讲的《弥陀经》和还有好多的这个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呢，这些校正呢，就是我们作为这里的正量啊，就是作为真理的正量。有了校正，有了例证的话呢，不管是任何一件事情，就是办起来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学净土宗的也是特别多，但是呢，非常希望呢，学净土宗的这些人呢，就是也应该从理论上就是扎下根。如果理论上扎下根的话呢，自己学净土有一定的把握，尤其是有些年轻人呢，在学净土的过程当中，首先就学习我们这个极乐原净土教研那样的这个教研，然后呢，你就念佛的话呢，就是你有一定的这种把握，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分别念是特别奇怪的，就是会不会就是在中间呢，就是搞一些破坏，就是也很难说的。有些列宗训示者为何只承认极乐世界有广大功德的这一部分叫僧教，而不承认依靠广大功德之因以听闻佛法但即往生极乐世界的另一部分的僧教呢？就是我们有些人呢，他只承认是极乐世界呢，就如是殊胜啊，阿弥陀佛也在极乐世界的如何功德庄严呢，然后他的这个清净妙语等等，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承认，就是这一点，就是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凭自己的信心来念佛，然后依靠自己的这个发愿念阿弥陀佛的加持念往生极乐世界。包括他的这个因方面的这四种因啊等等，这些呢就产生怀疑，就是不太承认。那么这种人呢？就是特别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他们的佛教、僧教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就你到哪里呢？就是有什么样的功德，到哪里的这个基本的条件呢，就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导游呢，就是他就准备带一群这个旅游团到这个美国去，然后他就完全知道是到了美国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宾馆的这个设施如何，就是然后要去美国的时候办什么手续啊，居住这个多少什么的话呢，就完全可以到哪里。但是这有些人的话呢，美国肯定有这样的这种待遇和享受，肯定有的，但是呢。就是比如说$10,000根本不可能到的，办这个手续不可能到的，就是我们只承认它的一部分，不承认一部分的话，那不是很奇怪的。同样的道理，这里也是大多数的人呢，往生极乐世界的功德大家都是公认的，但是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往生吧？我怎么样发愿也不可能往生，即使具足4种往生极乐世界的因，也不可能往生吧？就是心里经常有一些怀疑，不仅是心里面还怀疑，而且口口声声的给别人这个宣扬，你不要念佛，这个不是特别，这是老太太的一些法，这是一些老年人的法，这是根据就是特别钝的人的，你应该如何给我学啊，就是给我学什么这个理论啊，给我学密宗啊，给我学禅宗啊，给我学如何，就是有些人是这样，就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话。这些人，摩诃仁波切开始批评他们了。这些人对极为隐蔽的数量也不以遵照身教加以观察智慧力来辨别。那么这些人是特别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极为
这种隐蔽的地方啊，就极为神圣的地方的话呢，我们必须要依靠较量来这个成立的。但是对这些隐蔽的地方，往生极乐世界和功德，就这些呢，没有按照这个佛陀的教言去善加观察，也没有自己的智慧你来进行辨别。而以愚者的胡言乱语来搅乱善士的这个善士的这个神教的意义，就是他呢就是也这个人云亦云听别人的，然后自己呢以自己的这个胡言乱语，就是愚者的这个胡言乱语呢开始毁谤这个如来的真教，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那个中观庄严论当中也不是有吧，就是有些人认为这个深深的境界呢，为什么是不是我的境界？然后呢，就微妙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带入自己的心识的这个领域，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在丧失了如来的这个进化什么这个进化教义的要点啊，就是要点。因此呢，我们千万不能就是执着容易与自己的心特别适合的有些道理来这个舍弃深深的正法，就是这是我觉得是摩诃仁波切这一段话，就是可能前2天这样的吧，就是前2天这样的，真的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弥陀经也好，中观也好，再深深的境界为什么不是我的境界？然后获得不可思议的这些微妙的这个教义呢，就是全部带入自己的这个分别的这个分别量的领域。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完全毁坏了我们这个如来的这个正教，因为这毕竟是你的分别量，并不是如来的这个智慧结晶啊，不是如来的这个智慧结晶。如果这样下来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对凡夫人的这个分别量特别切合的、特别相合的这种事物是相当多的，事物也是很多的就尤其是在外面，就是现在这个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时候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市场上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琳琅满目的产品呢。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你带入在你自己的这个分别量，然后呢，听说前一段时间就是在这个别的一个国家就是有一个大着这个密宗的这个旗号，实际上呢，这位大师所说的全部是世间法。世间法，然后佛法呢，从头到尾就是一句也是没有的，说是我是这个藏地来的，就是如何，可是别人呢，就是对他这个崇拜的不得了就是整个全国都就是开始有爆炸性的新闻就是这个人是如何其实他说出来的是没有如来的这个正法，他说是我说的这个如来的正法如何，实际上真的下面的这些人呢，就是特别的可怜，就是他自己没有智慧的能力，然后呢跟着他。以前也是在台湾那边也是有一个人呢就是说是你们不要念观世音菩萨，你们不要念阿弥陀佛，不要这个学密宗的注意，如果要念的话，那就是念我的名号就已经马上获得成就如何。这些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没有智慧的人呢，就会跟着这些人然后呢就自己舍弃自己的这个非常殊胜的法要就所以摩诃仁波切的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这个校正的话呢，我希望你们还是要背下来，就背下来这个中观庄严论。刚才我说的这一段话呢，就是大家背下来，就是看看，就是以这段话来就是衡量世界，然后经常呢衡量自己。我们以后修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分别呢？就是作为这个修行，就是这是不合理的。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应该要所学的知识是比较神圣的这个如来的教言。虽然我到不到这样，但是我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神圣的空性，如来的这个教言，就是我觉得这个相当重要。刚才说是这个。以愚者的胡言乱语来教论如来的这个教法的意义。世间俗人本来被触梦疑惑所逼迫，就是本来世间人的话呢特别可怜，无始以来的业和烦恼也有，还有特别粗大的一些疑惑呢，就是蒙住他们的慧眼。再加上就是这个前者2个字没有一个，再加上就是再加上什么呢？就是也就是说，意思刚才那个有些人呢，就是再这样说的话呢，那么就是再增加了就是疑惑了，就是在这原来这个本来都已经疑惑了，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更增添了一些疑惑。本来产生合理怀疑的人向往生极乐世界，但听到了这样的话以后，反而生起了非理的疑惑。便是所积累往生极乐世界当有重要意义的善根呢，全部都被这个人都坏了。意思就是说呢，本来有些人呢，就依靠这个其他的上师或者自己的善根力呢，就是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虽然业和烦恼是非常重的，但是呢，他自己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好好在寺院里面念佛念佛的时候，他的相续当中有合理的
怀疑。什么叫合理的怀疑？非理的怀疑呢？我们过一段时间讲移民的时候也是会讲的第2篇里面。但是合理的怀疑呢，就是我对虽然有怀疑，但实际上呢，他所怀疑的意义呢，比如说我认为呢，就是今年就是现在已经春天了，夏天肯定来吧，来不来？我夏天有没有？有吧？这样想的话，夏天肯定有的。我的这种怀疑呢，就是实际上是合理的。如果我认为今年夏天肯定没有吧，现在虽然是春天，但是今年夏天肯定没有吧？没有吧？有没有？没有吧？这样想的话呢，我的这种怀疑是不合理的一种怀疑。然后有些人呢，本来是有一种合理的怀疑，极乐世界肯定有吧？我好好的念佛的话呢，我们很多老法师说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应该会往生吧？就是他本来有这样的合理的怀疑。可是有些人呢，就是恰恰给他说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功的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啊！你看我们要现宗当中是要3个阿僧祇劫，怎么回事？在短短的一生当中，你会让往生极乐世界啊？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你们这样这个念佛啊，这样的话呢，不可能就是获得解脱啊，就是应该跟着我学啊，等等的。这样说完了以后的话呢，那就产生了一种不合理的怀疑，就是意思说是原来是他有一种向往生极乐世界的，现在呢就放弃了就放弃了。所以那天我在广州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位大师呢，就是给我讲，一个密宗佛教徒呢，千万不要说是这个颠覆是不太好，不然我这里有1000多个人，以前都是他们都是不信佛教的，那么现在呢都在每天都是念佛。如果有一个人呢这样说的话呢，因为他们呢。智慧也不高，就认为是可能是这个念佛是不好的，就是马上产生怀疑。我说是确实对，就是以后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合理的这种佛教呢，就是大家共同弘扬，不管是你学显宗也好，学密宗也好，这个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如来的这个教法呢，应该说是这个不同的方式来度化众生的。比如说一个母亲呢有这个7个孩子，有7个孩子的话呢，这个孩子的这个爱好的话呢，可能是都不尽相同的，不一定是用一种手段呢，就是全部是用一种手段，用一个鞭子了一个一个打的话呢不行的。有些这个孩子的话呢，他知道是用鞭子打好一点；有些孩子的话呢，就是不用鞭子，就是给一点糖，就是比较听话。所以如来给我们这个宣说的法门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这样一来，我们这个不一定用一个法门来这个全部能度化，就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也在这里呢，就是千万不能这样的。以后在我们弘扬佛法也好，自己修持的过程当中呢，本来别人的相续当中有一些合理的怀疑呢，然后就我们的这个教育，我们的这种说法呢，后来就是他们相续当中的怀疑就变成了非理怀疑的话呢，那我的过失是相当大。就是原来这个人是有希望这个往生现在我说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从此以后断了他的善根就特别可怕。所以摩诃仁波切这里也讲了，就是他积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等本来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这些善根呢，就是有些人的这个话语全部都断了。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当中的是以前在这个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话，那你自己好好的忏悔在这个临死之前的话呢，你在有时候呢就是不注意的情况下，有些呢就是不懂的情况下，有些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有目的的就是让这个人呢就是什么让他学什么密宗学什么其他的理论你不要念佛就这个如何不好在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我个人的话这方面也是想过，但是我们上师主义报确实是就是非常了不起，就是凡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给大家讲，就是不能就是这个帮佛法，就是从这方面呢就是稍微这个注意一下。但有时候呢辩论呢，有时候呢就是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可能不注意的情况下呢，也可能说到一些别的高深大德或者是别的一些虔诚居士有这种过失，所以呢应该在这个僧众面前也忏悔，自己回去以后呢也应该好好的念金刚萨埵来忏悔。这个非常有必要的。智慧尚未闻过随波逐流的人，本来欲求往生极乐世界，听到这些话以后呢，智慧坏，就是那么你的话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只有这个坏有些人的善根而已，因为这些人呢，就是没有。能力就自己就是凭自己的智慧来观察，这样的这种能力是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个以后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的。实际上，无有任何事实你可以证明此佛法不能往生。实际上呢，你不管是再有智慧，你学的因明学的再好，学的逻辑学的再好，学的推理学的再怎么好的话呢，实际上。人和人也不能就是举出一个非常可靠的依据，说是你吃佛法，或者是你那个听阿弥陀佛经的话呢，不能往生。这个依据呢，谁也举不出来
啊，这个我们也要观察。如果真的不管是你信佛教的人也好，不信佛教的人也好，你如果举出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商量一下也可以的。但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举不出来，别人也举不出来。如果举不出来的话呢，我们也不能这样说。同样的道理，我们密宗当中的精神成就呢，不管是哪一个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呢，你精神成就的这种理论是假的，就是不可能精神成就的理由呢，能不能举得出来？举不出来，举不出来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也不能就是随随便便说是什么这个净土宗当中的这个精神往生是假的，密宗当中的这个精神成就呢是假的。这是我在6年前呢，也是那个密宗当后论当中是把这两个就是合在一起。我觉得是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是理论完全是相同的，只不过说法不同一样。如果你净土宗的往生极乐世界功德相好全部庄严圆满的话，这个能成功的话呢，我们密宗一点都不困难。就是密宗也是这个所有的成就呢，并不是一定是佛陀，就是佛果也是有的，得地的也有的，还有资粮加行道的也有。这种成就是为什么不合理的？如果你举出一个理由的话，那当然是我们也不愿意，就是这个在非礼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假的这种框架，不愿意的。但是我们非常深信，就是如来的这个真实语、实语、如语，然后不欺语、不诳语，就这样的这个如来的教言呢，我们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我们深信不疑的话呢，我们跟着如来的教言去走的话呢，任何人有没有一个可靠的这个例证来驳斥我们的这个观点，不管是往生极乐世界也好，即生成就也好，这两个道理我觉得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对于极乐世界的功德，以及这个往生极乐的因二者呢，无有任何论海的量啊，就是论海的依据，就是论海啊。你说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因不可能成立的，往生极乐世界的什么这个功德具因不成立啊，等等，就是以这样的理论呢，就是你根本就是举不出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智者聚合起来的话呢，往生极乐世界是非力，就这样举不出来。然后即生成就的。不可能，当然你去怀疑是你的事情，你的善根的问题，你的这个福报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对那个往生极乐世界也有可能去怀疑的，有些人呢对密宗的精神成就也怀疑的，这个是我们也是可以允许的就是去怀疑肯定允许的，怀疑越来越多的话，那就是你的这个分析呢就是越来越就是有这个分量，就是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去怀疑还是很好的，不去怀疑那个比起来应该去一些怀疑很好，这是非常了不起。但是你不要说是这是不合理有时候说什么这个密宗的这个成就不合理往生极乐世界不合理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特别生气，就是应该是佛教的辩论是心平气和的场合当中，是以这个理论来说服人家，并不是以这个权来压人，就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确实不承认。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是你密宗的继承成就不合理密宗是假的一个佛法的话呢，那么我们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还是要从这个理论上给他就是交谈就是交谈。如果净土宗的有些法师也是同样的，说是继承当中净土不合理的话呢，我看这位法师呢，可能也就是心里不太舒服，就是你要想就是叫出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真正的这个佛教呢，最好互相不要诽谤就是以后呢，尤其是这个居士当中的话，那就是现在有些汉地的居士就特别就是跟着这个上师，跟着那个上师，好像把自己的上师当着这个所有的这个佛教的权威。就是有些人说是中国的这个佛教呢，就是已经成了家庙，就是每个人的这种家庭佛教，这是特别的不好的。宗派与宗派之间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来弘扬的，应该对自己的上师和对自己的佛法是尊重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能这个承认自己的就是除了自己的以外全部是假的，一概就是否定。所以一般来讲是，昨天有一个人呢。给我说是那个说是这个上师呢，是观世音菩萨这个观音上师呢，就是说是这个墨就是这个是肯定不合理的。我说这绝对不是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所发现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话，就是因为真正的高僧大德和真正的一些大德们呢，他们的这个说的话呢，就是不可能就是马上断定他是这个墨这个人是如何就不一定说的就我不清楚我或者是你们自己去观察，就是除了这个以外不一定在他的话里面，我说是这个你自己可能有问题，然后他自己也是说是这个如何，就是开始汇报，他也许是确实他坏，也许是不坏，但是也没有必要。我们凡夫人的这个罪呢，就是能这个分量能这个衡量多少这个境遇，应该自己的清楚。所以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呢，说话
尤其是诽谤他人的这些话语呢，希望大家也不要说的太绝了啊！就这个是肯定是个坏人，这个是肯定是魔啊！这样说来的话呢，你有没有这个依据？没有这个依据的话，那就是把别人端等为魔啊，把别人这个端等为这个谢宗啊，就这也是完全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不合理的。所以他这里呢也是这样讲的，假设没有任何就是他这里所以呢没有任何证据说往生极乐世界是非礼的。假设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例证，凭自己的感觉而不相信往生极乐世界这因，则对净土的功德、佛陀的智慧、神道的甚深方便等一切法也会产生怀疑，最终这个人呢已经这个退失道心了啊，就是非常可怕了。如果你就凭自己的感觉呢我现在你有都举不出来什么往生极乐世界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我觉得不合理。你觉得不合理呢？你有什么样的这个依据？我依据都是没有的，但是我始终觉得不合理吧。就现在很多人是就是凭自己的感觉就我觉得如何，我觉得，然后理论什么样的举不出来，教证什么样的举不出来。那这样的话呢，这些人呢，比如说对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因果就这些产生怀疑的话呢，那肯定是对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呢也产生怀疑的，然后肯定是对这个佛法的这个神圣的37道品的道这些呢就是也会这个产生怀疑，最终这个人呢就是一切完蛋，就是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很多现在的人也是这样的，就没有这个闻思，没有闻思的话，那就是经常在自相续当中的邪知邪见相当严重的就是凭自己的感觉来说这个法不好，说这个上是不好。所以呢，我们这次学习以后呢，大家也能不能把自己的相续以后要改一下，不要轻易的说别人的不好，不要轻易的说是别人的这个重备，你真正是通过自己的智慧观察，然后观察了很长时间以后，如果得出一个结论的话，那当然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包括佛陀说是我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我的这种智慧呢，你们也可以给我观察，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凡夫人观察呢，就是确实有点困难，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就是把这个小乘思想和然后呢，就是这个考古学的这两个就是合在一起，然后呢，这样就对这个就是推理，对这个呢就是用这个学术研究，结果什么都就不能了解。尤其是佛的一些神圣智慧的音乐的话呢，你们也学过《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里面呢，后来就是好多阿罗汉的话呢，就是根本没办法佛的一些境界，就是最后呢，就是诸菩萨就是才能领悟呢，就是他的这个深深奥义。所以我们凡夫人的这个眼光和我们凡夫人的智慧呢，去考察，就是去这个考古论证的话呢，就是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这方面呢也要这个注意就是也要值得注意。佛陀在佛经当中这样讲的：弥勒如是我心三世之事也，如魔神坏也。尔等以精进，就是佛陀对弥勒菩萨，就是弥勒菩萨这样说：我这个如来就是所行持的这些事业，所弘扬的这些佛法呢，希望你最好是不要这个生坏也，一定要这个精进的自己对自己要注意。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可能这样想：弥勒菩萨是释地菩萨，他怎么会是这个产生坏也？这个问题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设句，就弥勒菩萨呢，就是释地菩萨，既不可能就是对这个佛法产生怀疑的，也不可能呢，就是最后堕入这个地狱，就是不可能有这两种情况。但是呢，他这里就是说，即使你是弥勒菩萨，如果对法这个产生怀疑的话呢，也会堕地狱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务院里面的哪一个领导，就是即使你国务院里面的任何什么这个领导，但是你如果贪污的话，那你以后也会这样的。但这个比喻可能有点不切合，他真的贪污的话，也有可能会下堕的情况。弥勒菩萨是不会有这种，所以我这个比喻是不是有点？比喻句完了以后，我就自己也产生一个怀疑。所以弥勒菩萨的这样的也是一种假设句就是假设句，意思就是说，心持如来之事业魔生也，当精进也。曰佛陀无障无碍之智慧无生亦惑，就是佛陀的无障无碍的这样远离所知障和烦恼障的这样的尽所有者如所有者呢，所抉择出来的话是完全是这个100%是正确的，就是千真万确，你不要这个产生怀疑。佛者如今如及其
极为殊胜的珍宝的这种牢狱当中，就是地狱里面，就是意思是，如果你产生怀疑的话呢，你也会这个堕落的意思。有说弥勒为是法门不是怀皆交付于入，就是他的这个法门，就是净土法门和弥勒法门的话呢，为呢就是不释怀而这个交付于你。唯是佛法不依莫如当精进也，切莫错乱佛法教言，否则会长久遭受损害、不离不安、痛苦及堕入邪道啊！就是这是就是有一定这个程度的，就是加以这个束缚。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也好，我们对这个任何这些法门的话呢，最好是不要这个产生过多的这个怀疑。这个产生怀疑的话呢，不要说是我们就是即使弥勒菩萨的话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凡夫人呢，就是堕落的这个根本因就是这个怀疑。因此，我们平时学法的过程当中，自己的这个心里呢，应该这样想：我有没有利有？我这样的这种智慧呢，就是能横测到什么摧残什么样的这个进度。如果不能什么揣度的话，那就最好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分别念呢，尽量压制，尽量打破，就这个很重要。知道此理义合，我们应当这样的道理，全是由如来不可思议的智慧力所生。经常这样想凡是比较深一点的道理的话呢，这就是佛陀所说的，那完全是正确的，就是应该这样来想，并且坚定不移欢喜，诚心欢喜，一心希求。好，今天讲到这里。Sonundai Tanse Roganya Tonani Dejana P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nen Droa Droa Shao Banzaran Gara Badna Asadar Bandaran Gara Badna Sada Bandaran Gara Badna Sada